总是鸡飞狗跳又慌慌张张，我的生活似乎缺少点希望，糊里糊涂发生什么没有准备，哎，才刚刚早晨拥抱新的阳光，哦，忙忙碌碌勤勤恳恳，给我一个勇敢与天真，为了理想我的梦想，明天一早醒来又是好精神，哦，反反复复绕绕纷纷，可生活就是交替幸福与艰辛，哦，长调高手是那就问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。生活就是交替幸福与艰辛，哦，长调高手是那就问，享受酸甜苦辣每一分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上官古桥，是上官家二郎上官古川的哥哥。他此次前来是报叶良宵辱弟之仇，也让弟弟知道上官家所失去的尊严，上官古桥一定会拿回来。掌柜，这来者是何人呀？你还要亲自来接啊？此人是百年难遇的山谷奇才，华亭县上官家的长子上官古桥。天哪，居然是他呀！不愧是上官郎君，将这《山河经》改编成传奇话本，在我天河剧院上演。只是这个想法过于大胆，哎，不如我拿回去和团队研究一下。请便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钱掌柜的剧院上演了《傲天传》中传，除了名字换了，剧情跟我们的一模一样。现在不但没有人看我们的戏，而且都在骂我们抄袭。是时候了。什么时候了？古桥兄，你快说说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衙门里公事公办。钱掌柜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要告你们抄袭！明明是你们抄我们的。哎，我们的剧目比你们早2日上演，那要先上演的抄后上演的道理啊！你们说我们是抄的，证据呢？这就是证据。这不是长乐城第一传奇小说家江固石先生吗？《山河经外经》的话本是江某负责改编的，此书早在3个月前就得到了秘书省的报备。若是有什么戏剧与此书剧情一样，必定是抄袭本书。强哥，误会，拿枪！哎，前面，上官古桥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啥陷害我？我上官家的废物二郎怎么会和你无冤无仇呢？你是上官古川？对，没错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是上官古川。你阴我，带走，就阴你了。不是，这里面这肯定有什么差错。我终于成功，我终于成功了，我上官古川。成功了，范仲爵，你以为没有你，我就改变不了吗？你以为没有你，我就会没有办法了吗？传奇它有什么难的呀？我就是传奇本身，传奇本身它就是我。以我看了20多年小说的经验来说，改编一个话本根本就不是难题。这个要是拿给吕掌柜，或者是马掌柜的去看，这还不震撼死他们？谁还敢有意见呀？我就会像话本里一样，力挽狂澜，一举成功。我就是下一个奥特男。老板夜里要不睡觉，这么古怪，你发么子疯子？我没有疯，我马上就要走向人生的巅峰了。我马上就要走向人生的巅峰了。
川，干嘛呢？哎，没碰到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不还大喊着说我要走向人生巅峰？总局跟我说，他要私自把《山河经》推出去，还要改成么是传奇话本，在戏院上演。说是现代人呢都只看戏不看书了，都挺好的吗？和么事啊？总局死活不让改，他就私自改了。估计改出来的破玩意，别个不满意，送他个破了，讽刺他的吧。唉，可惜了，好好的一个富家郎君就这么傻了。哎，谁在叫我呀？刘浪，你以后能不能别爬得这么高呀？好嘞，那我下去。哎，你回来！来了。你能不能别老飞来飞去的？你上来找我是为了找我吗？啊，你坐下，你别再飞了，啊！我跟你说一件事情，我把《山河经》编成了画本，把它卖给了戏院老板，可是戏院老板他不满意，他说这个本子不够曲折，不传奇。你帮我想想，怎么才够传奇啊？那你是问对人了，我就是江湖本身，江湖本身就是传奇。那你赶紧帮我讲讲，主角也就是我，下一步他就要进军马行，怎么能够让主角成功拿下马行，而且能够成为马行的会长？看你的了。这确实不传奇啊！主角只有脑子，没有武力值，没有文武双全，怎么能算传奇的人生呢？啊！可是这主角他是富商之子，也就是富二代，他不会武功。你不会，我会，我会就能让你会。来，跳下去，跳下去啊！跳下去不就死了？俗话说，站在崖边是学不会武功的。你跳下去，不但死不了，还会获得绝世武功。你这不符合逻辑。那传奇哪有逻辑？传奇只有套路，没有逻辑。你跳不跳？不跳。你不跳也得跳。话说，郭冬临一招提剑白鹤出翅，刺向上官古川腹部。上官古川躲闪不及，又被郭冬临一脚踹下山崖。感谢鸟兄救命之恩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天，敢问这个“呜呼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是武侠画本里特有的一些拟声词，可以增加男主的帅气度。哦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啊！这份画像，我怎么看着有几分面熟啊？磕头摆下，神功自现。行，反正我的命是鸟兄救的，你让我磕我就磕吧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上官古川和鸟兄好有兄弟感啊！旅长，你别着急，下面更好看，听我继续给你往下说。99，100。鸟兄，鸟兄，我
我都磕完了，这神功他也没有自限呀。这神功就在这里，你为什么还要让我磕呀？啊，就当是谢谢这位仙女阿紫的赠书，磕几个头也是应该的。降马18掌，等我学会了降马18掌，我就能去找郭东篱复仇，掌管马行。等等，为什么上官古川懂鸟语啊？而且上官这么顺从，一点没有怀疑，没有犹豫，没有反抗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上官古川下面马上就要练成神功了。耀兄，我终于练成了神功，我可以回去了。我要回去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。你叹什么气啊？等等，这传功的不应该是什么白胡子老头之类的绝世高手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上官古川马上就要复仇了。你到底是如何逆袭的？不告诉你。我的牌子，你们，我等了3年，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。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为了证明我多了不起，就是为了告诉人家，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你再等一下，最后的台词怎么换帮派文了？而且照搬台词真的没问题吗？哦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动一个字，那就是抄袭；一个字都不动，那就是致敬。我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这个鸟这么抢戏？因为他拿的是女主剧本呀。我觉得你这个画本改的不够专业，正经的女主角呢，太年轻，太年轻。看您这架势，是打算要给我上课？哎，对了，这本是我们店88钱一节的画本传奇大师速成课，今天你走月，只要给8钱就可以了。这是从哪儿拿的呀？道具先生准备了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先把钱给我。要想写出十全十美的传奇，一定要掌握334的理论。首先，这第一个3，男主要有3个爹，一个亲爹，一个继父，一个干爹。第二个3嘛，男主要遇到3位贵人，一个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，一个是富可敌国的商人，一个是权势滔天的大人物。最后这4点尤为重要，男主要有4位红颜知己，个个貌美如花，身份和背景各不相同。对，能理解吗？我回去理解理解，应该能理解。要你们有何用？治不好公主，你们统统给她陪葬！逸仙，求求你救救公主！哎呀，要是有人会用鹤顶神针，或许会有一线生机。哪一位是西域公主啊？你是
在下看到告示，特来医治公主。你怎么会有失传的鹤顶神针啊？鹤顶神针的主人鹤仙人他已经仙逝，但是他的爱侣刁仙人正是在下的结拜义兄，他将此针托付给我，并且嘱咐我要治病救人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你对我们公主做什么了？玉环，休得无礼，我感觉好多了，多亏了这位神医。你说，你要多少的诊金？在下分文不要，只要公主。大胆！你竟然要公主以身相许！我是说，我只要公主带来的。大胆！你既然想要公主带来的我，也不是不行了。哎呀，这位娘子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打断我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只要公主带来的百匹骏马。好，除了百匹骏马，我还可以将我的孩儿红玫瑰也赠予你。多谢公主。哎，那什么，其实我也可以赠予你。大可不必，放过彼此。什么意思啊？追我的人从西域都排到长乐了，你竟然不要我，只要马？在下曾经答应过一位娘子，只会娶她一人。如此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的郎君，还如此专情啊！公主，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福分啊！然后，上官古川凭借着从西域借来的百匹骏马，一举建立了长乐城最大的马行，同时将陷害自己的郭东篱赶出了马行，成为了马行行会会长。故事讲完了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还是这个葡萄甜一点。玉环娘子，玉淑娘子，放那儿吧。那我讲两句啊。为什么我一出场就是半死不活的呢？而且我大老远从西域来，就是为了给你送马，一点高光时刻都没有。而且，我为什么会对你花痴啊？对呀，我为什么要对你娇羞？而且我不是骂骂咧咧，就是哭哭啼啼，全场就你最帅，就你最爽，这不公平。配角就不能爽吗？这样吧，你们说怎么改，我就怎么改。好，故事应该是这样：上官古川成功进军马行，谁料郭东篱突然发难，郭某要告发上官掌柜。纵容红玫瑰私通，秽乱好舍，罪不容诛。红玫瑰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，那你可敢滴血认亲？取小马驹的血来！等等，滴血认亲，滴的是马血呀？太扯了吧，这也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红玫瑰是汗血宝马，郭东篱污蔑的不就是红玫瑰吗？当然是滴马的血了。别打岔啊，马上就要到重头戏了。上官古川亲自将血滴入水中，谁料血水相融，哈哈哈！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可能！赶出去！谁敢？就在这时，西域公主带着她的侍女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闪亮登场，戳破了郭东篱的诡计。水中加了白矾，赶出去！西域公主救下了上官古川，上官古川也顶替郭东篱成为了马行行会副会长。多谢公主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被奸人陷害？本公主是算到了红玫瑰命中有此一劫。怎么样，我的故事是不是瞬间惊心动魄了起来？峰回路转，勾人心弦。
可是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？会不会被告抄袭呀？滴血认亲啊，在我们宫中常常发生，10个有8个都是这套路，你耳熟也正常。好，接下来我知道如何一气儿写下去了。谢谢两位娘子啊！这个也不对。我上官古川月入千万，成为马行副行长，又得家人爱慕，公主赏识，可谓呼风唤雨，无所不得了。对呀，我已经这么完美了，怎么还会感觉空虚呢？是不是爽的不够？难道红颜知己太少，还是太过于顺利了？这得问问你自己。问我自己。各位，需要你们的时候到了。这么说多少钱啊？哎呦，这么多！这全都是掌柜给出的意见，我已经有一箩筐意见了。我今天叫大家过来呢，是给我提出解决方案。男主角应该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是恋爱型两手抓，要有出其不意的反转，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建议走隐忍路线，扮猪吃老虎，先是隐藏自己，被忽视、被鄙视、被漠视，在低谷中涅槃重生，在芸芸众生中成就传奇的故事。我有了，快说说看。我有了一个既有爱情又有女性力量的角色。哎呀，这个故事要从上官古川嫁人开始说起。嫁人？魔大厦，这次我要的是一个废物入赘，最后扭转乾坤的故事。全家，你回来了，辛苦了。这都是江南上好的丝绸，莫给我洗坏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我说啊，你堂堂江南上官家的少东家，为什么不惜与家里断绝关系，非要在这个李宅做这个上门女婿呢？为了全家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别说是做上门女婿，就是做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谁让你站起来了？坐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上官家倒灶了，债主们都追上来了。全家，这怎么办？我要不要跟任叔我去西域躲一躲？胡闹！有我谢全家在，哪个敢动你？我就说全家的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哼！看来这么是时候该驱散了。孩儿，你可知晓，你的身份若是暴露了，这天下都会为之震动。无威！好强的气场，莫非你就是隐世龙王？你到底是人还是龙啊？况且，不就是欠债而已吗？怎么就扫平天下了呀？这有点不合理吧？这是惊喜呀、意外啊，都有啊。龙王带女主是吧？成就了一个废物女婿上官古川，多爽啊，多有力量！哦，我本来就入赘了，处处低你一等，到最后
你还来拯救我？出其不意的反转呢？你没听明白，反转就在这个地方来。夫君，我要为你出山。说到反转和意外，还是得我来。故事是这样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上官家又倒灶了，寨主们又堵上门了。看来只有请龙王出山了。可到底谁是龙王啊？窝囊女婿上官古川缓缓走向众人，大声喊道：“阿娘，你快出山吧！”等等，龙王怎么就变成岳母了呀？再怎么样也该到我了吧？这不是废物传奇路线吗？对呀，有废物，有传奇，不是你说的要有出其不意的反转，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，不能落入俗套。于是我把爽的部分留给了岳母，老妪逆袭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意料之外？哇哦！那爱情线去哪儿了呀？你都爱得这么下作了，还不是爱情啊？但是这还不够爽，我这儿有更爽的。上官古川，想不到吧？你小子也有今天！哼！你若今天还偿还不了所有债务，可休怪我们不客气！哈哈哈哈哈！郭掌柜的，你什么时候客气过啊？哼！谢全家，你若是今天将上官古川交出来，我可以替你偿还你阿爷所欠下的所有债务。哼！上官古川，你还爱我吗？爱。有多爱？为了你，我可以牺牲我自己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人带走吧。全家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上官古川，你现在是我的人了。你不是已经被赶出马行了吗？那是托了你上官掌柜的福呀！哎呀，哼！我自从离开马行之后，阴差阳错的娶了长乐城最大本土酒楼永安楼掌柜的女儿，现在不但继承了酒楼，而且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还当上了酒楼行会的会长，而你将是我们酒楼跑堂的打工还债！哈哈！你们怎么不笑？这爽的怎么是反派呀？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！阴差阳错，机缘巧合啊！所有的画本不都这么写吗？整个反派人物形象立起来了，爽啊！你们都爽了，就我最边缘。之前啊，我求你，你也不写。只要你肯写，你想怎么爽就怎么爽，给大佬叠币。反正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和《山河经》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就得有你爽我爽大家爽的爽赢局面。学生也不能落单。落魄的上官古川正在永安楼擦着扶手。怎么干活的？手脚这么慢！我已经一整天没有休息过了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金科状元到！
状元郎。哈哈哈哈哈！顾川，你受苦了。中举，你终于中举了！学生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你听，在学生专属的背景音乐里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顾川，顾川，你受苦了。我没事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没事。其实我一直在暗中想办法将你救出来，多亏了壮举，争气。不，多亏全家你资助我考试，我才能高中啊！我已经向圣人请命，还你在全国各个行会所拥有的掌柜身份，并且我准备向玉环提亲。我还没答应他呢，哎呀，脚崴了。鸟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？贺仙人原来是被五都盟害死的，你下山是来找他们复仇的。其实我此次来中原也是为了找五都盟报仇，因为他们掳走了我的夫君。啊，我阿姨也是被五都盟陷害，入狱了。学生多次科举不中，也是被五都盟所害。郭某虽为反派角色，却也是被那五都盟所迫，让我务必迫害上官古川。什么？我跟五都盟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屡屡的陷害于我？那就是你我二人夫妻同心，定能查出真相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有共同的敌人，找五都盟复仇，不如我们结成同盟。镇下的火，远见的鹰，敏捷的豹，善战的狼，苦干的牛，害群的马。搞错了，再来，霸气的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很好，非常好，几乎糅杂了各种传奇的题材类型和套路，确实很爽啊。可惜缺乏现实意义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戏院换了大掌柜，所以选了别的小说做戏。山河经外经项目遗憾暂停。那之前那么多吧？这次是我们对不住二位了，不过以后还有机会，还可以再合作。到时候一定弥补二位这次辛苦的付出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拿吧。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，很难过，但又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知道，这叫白忙活。唉，上官古川明明神通广大，一路开大，身边有娇娘围绕，事事又有贵人相助，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失败了？我注定就是以失败告终吗？画本里那个挥金如土的戏群家，现实里依然是个捡坛子的女娘。我就算是公主，也做不了自己婚事的主。我倒是能做自己婚事的主，可惜一个亲人也见不着呀。学生7次科举为中，也没有一个身份显赫的阿爷或者贵人相助。但学生也不是一无所有，我早有一个红颜知己，还有3、5好友。我们都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如意，与天比，我们永远也不够高；但是与地比，我们也不算低。这个世上啊，正是因为没有话本里那样的上官古川，我们才要编造一个那样的上官古川出来迷惑世人，好像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，能过上这样一种人生，过一把现实里很难实现的瘾，仅此而已。对，
那些都是假的，现在才是真的嘛。能过好现在的日子也不错，咱们也没有失去什么。传奇再爽，也不如大家在一起爽；传奇再香，也不如全家做的饭菜香。我附议，至少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显得比较正派一点。至少我是个真正的公主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状元夫人，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就好。你还觉得自己失败吗？我觉得我饿了。我也饿了，我也饿了，没钱了，没钱我是呀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干饭吧。走。大可不必放过彼此。啥意思啊？是谁？我敞开心扉。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背。生活有太多不胜心，从不逃避颓废，风风火火面对，败了再拼一回。压力焦虑太大，难免有一些迷惑行为。给我个勇敢自由追求恋爱的机会。累卷若太累，那就谢谢，别害怕掉队。不摆烂不虚伪，命运自己支配。决定了就不会后悔，再多挑战都奉陪。梦想从来都不能作废，把迷茫的心情都当作成长，用欢笑去面